哎，大家伙早喽！4月5号星期天，今天尝试慢慢的恢复常规的训练，不上强度，慢慢的调整。就面对马拉松训练受伤，就是其实你可以等到它完全好，但是大多数时候像我以前说的，就是你留最后那一点，让它慢慢跟你慢慢的好，这样你影响训练的时间变少，因为都是28法则，你最后那2%可能要用80%的时间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刚刚的感触，就是大概有半个月没有规律的训练之后，再出来这样跑，整个的体感会不一样。好多小伙伴问我生病了、受伤了，或者其他原因停跑了一段时间。当然我这没有停跑，只是有一点点感觉。人练得多了，自己对自己身体的感觉就越来越敏锐。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。你看刚才上一坡举着相机我就有点喘了，还是阴天。今天跑到这儿将近8公里，到现在为止累计的平均配速4分48。受伤的地方还是会有一点感觉，但是和上周比好很多了。但是我觉得波士顿之前恢复到完全没有感觉，我跟 AI 都认为不太现实，但是可以恢复功能，大概率。差不多因为这个伤影响了可能将近1个月的训练。我大概是3月10号左右，或者3月8号左右，对，受伤的。然后之后这1个月基本上就是应付比赛晃荡下来的，体重没有增加，但是跑起来会感觉没有那么的轻巧。这个训练就是我是这么认为的2方面。一方面是跑得少了以后，短期的有氧能力会稍微有些下降，这是第一。但是在就我今天这种训练中，不是太明显体现，因为你没有要求一个差不多的速度。昨天是周6，跟大家一起跑了我就跑了5公里，4分20多，也感觉很好。但是昨天跑完以后回去就觉得，今天这5公里的4分20多跟以前跑15公里那感觉是有点不适应，甚至比以前跑15公里就感觉还明显。好多小伙伴遇到这种情况就担心了，说是不是就不行了？真不是这样的，差不多这种状态有2-3天就会消失的。如果你停跑，或者说降低训练量，在1个月以内，2-3天、1周，基本上就消失了这个不正常感。那比较需要重新建设的是什么呢？我不认为需要重新建设的是有氧，我觉得需要重新建设的是阈值，或者是就是马拉松配速的这个能力。因为如果你1个月都没有强度训练，就都没有速度课，前提是你以前有，如果你一直就是慢跑那无所谓啊。如果你以前你对速度有追求，那你的速度上限天花板会被拉低，就会降一些，就你的速度上限。这样的话呢，你在跑同样的配速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更累一些。就我现在就是这个状态，我判断可能5秒，但是这个也不用着急，这个5秒和你从来没有过那个5秒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就是如果你从来没有快过那5秒，那你想把这个5秒练上去，差不多会越来越难。就到我这个程度，我能慢的那5秒可能需要1年。但是你练上去了，你想
再恢复过来，可能2周就差不多了。那怎么恢复呢？我的建议是啊，这次因为伤还没有结束，跟大家分享那次那个静后击剑那次就是我恢复到能跑强度的时候，我就跟着大家跑周3的强度课。怎么跑呢？大概我用70%的力，或者是在我觉得要触发那个疼痛的时候，就收一下就很管用。差不多用了3次强度课，然后慢慢的伤也就好了。当然前提是你的强度课没有让你的伤更严重，这自己把握，就留一点力，这样慢慢的你整个的状态也就回来了，会有一点点影响，不严重。你看我是2024年大阪马拉松之后受伤的，影响了将近50天差不多。但是你看第2年我的大阪全马就破240了，不差那一点儿。而且当年就跑了100公里那次也是那个伤之后，所以不用太害怕。恢复训练不能着急，就是你不能说我觉得越不行我越硬顶，我觉得不要这样，就慢慢的上量，慢慢的上强度。但是这些前提都是你以前是训练有素的。如果您本身就健康跑，像隔几天跑一次，1个月100来公里，那完全不用想这个，而且大概率你也感觉不出来。那如果受伤之后或者生病之后正好有比赛怎么办？我觉得到比赛的时候，如果这场比赛对你很重要，我说的是成绩很重要，那也不是不能顶，但是大概率呢会差一些。就像那年我的波士顿马拉松，最后大腿抽筋了嘛，对吧？跑了2小时56，我跟那儿站了差不多有5分钟没动不了。那次就是因为前几个月我大概2023年的1月底就开始忙这边的事儿，然后刚来人生地不熟，4月份的波士顿，等于那2个月练得非常不系统，就会差不多对我这个成绩的选手大概影响5分钟。因为你们看我刚来的时候那个月正好是东京马拉松，我没有冲成绩，但是基本上很轻松愉快的跑247。在那个之前的北马，就是5个月前，我大概是比较费力的跑了个245，那次其实挺费力的，因为那段时间也是基本上这几场都不太顺，都是之前受伤了，或者说训练不规律，差不多1、2个月的训练不规律，让你的马拉松下降5到10分钟很正常。但是就是成绩越慢的小伙伴下降的越少。你要本身就跑5个小时，那你休息2个月，没准还能更快一点。就这么回事儿，没有什么秘诀。就马拉松训练是个李黎教练说的嘛，长期主义。他的长期主义主要讲的是可持续的训练下去，而我想说的长期主义就是变好和变坏，不是1天2天、1周2周，甚至1、2个月的事情，是1、2年，或者说5年、10年的积累的事情。今天是受伤之后的第1个15公里，整体还行，4分45，中间有的时候快，有时候慢，快也就是4分20多，慢的时候可能是4分50多。伤处的感觉是只有臀部还有那种就感觉是那种肌肉的疲劳感，放射的感觉几乎没有了，非常好。适中。今天的感觉就是受伤地方的就这一块的肌肉，臀部这一块的肌肉会有那种就是会有疲劳感，但是基本上没有放射感，但是会明显的感觉到它还是存在，差不多这个状态。
我觉得训练水平降低，或者是停跑，或者是生病一段时间之后，身体的适应过程其实是很快的。我觉得强度训练是不可少的，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是，如果你刚从训练的低峰期、低谷期回来的时候，强度训练要小心，要收一点，不能受伤。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长时间不用肌肉，特别清楚。22年底那次，我停了1周，就完全停1周，那是我开始跑步以来最长的一次停跑。然后第一天出来跑步，我觉得心肺能力其实还好。那天我记得跑了4公里还是5公里，但是明显的在4分20左右的配速的时候，当时整个的腿部就跑动用的这一条的肌肉都觉得在发力的边缘。其实不是你肌肉没有劲儿了，是它慢慢不适应了。这个跟我们做核心力量，大家如果平常力量训练练得少的话，你可以试试。比方说你隔了1个月没做，你再做一次以前，比方每天都做的核心力量，比如你做卷腹或者做什么，你第二天你整个的这个腰腹的肌肉都是酸疼的，但是它并不影响你的运动表现，但是可能会让肌肉，因为它承受了一个短期内没有承受过的负荷，它就有受伤的风险。好吧，那今天就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咱们下回再见。